我穿越到的大前王朝原本名副国情，在大前225年间，天空下起了血雨。至此，朝妖兽横行，民不聊生。我盘踞山林菏泽，以人为食，人族只能凭武道艰难求生，捉妖人应运而生。他们凭借高强的武术功法击杀妖兽，家园。而我就是普通的捉妖人中的一员。18岁穿越至此，乞讨为生，攒钱练武，却终究败给了这个武道为尊、弱肉强食的世界。没有家世撑腰，功法难求，资源难得，普通人的武道之路终究是一场艰难的挣扎。如今妻子瘫痪在床，气息微弱，腿残的儿子坐在轮椅上，眼神黯淡，孙儿孙女握着生锈的木刀，笨拙地练习着基础桩功。我也人到暮年，气血衰败，穿越的人生终究是一场空啊！李老，抱歉，您的气血已经跌落炼血境4重，按照武馆要求，您不能再做教头差事，这是您上个月教小辈们练武的酬劳。唉，想到体弱多病、瘫痪在床的妻子，再想想双腿残疾的儿子，如今生计断了，数十年的拼命努力，终究还是一场空。如果我孑然一身，倒也无妨，可我还有妻儿子孙，妻子医药费每月2两银子，家底已掏空，如今全靠武馆差事，这3两银子最多维持到下个月。父亲，杨儿，你怎么出来了？父亲，我看见许馆主了。你娘知道吗？我没跟娘说，今天过来主要是想跟父亲谈谈。你只管照顾好你娘和2个小家伙就好，其他的不用你操心。父亲，如我这般残废之躯，上不能奉养二老，下不能教养儿女，已是大不孝，更别提还拖累您二老这么多年。孩儿心中有愧，孩儿从没有求过父亲什么，但今日恳请父亲允许孩儿自生自灭。杨儿，求您。是为父无能，在孩儿心里，您是世上最好的父亲，如有来世，孩儿还愿做您的儿子，奉养二老。你先回去吧，容为父静一静。告退。猛虎拳位入门熟练度5512。这是系统？是错觉吗？刚穿越时日夜期盼系统出现，一次次幻想破灭，如今真的出现，不敢相信，害怕，是幻觉，没有消失，是真的。好好好，这是熟练度加点的系统，每练一次拳得1点熟练度，达到数值可加点。浑元桩虽能提升气血，却是所有桩功里最适合打基础的，而浑元长寿桩在保留浑元桩优势的前提下，补足它的短板不说，还把效果提升了10倍。我当初为了买浑元桩，做了近20年苦力，才攒下那100两。浑元桩可提升气血的效率很缓慢，反观浑元长寿桩，不仅适合打基础，更能大幅度减缓气血衰败，价格至少是浑元桩的20倍。它是全新功法，与捉妖人和几大武馆的桩功没有重叠，算是孤本，整体价值恐怕能翻到100倍。我接连2次加点，以我现在的气血，无论是质
还是亮，恐怕都超过了初入炼蛊境的武师。不过炼血之后就是炼蛊，庄公对我以后的修行作用就会小很多。要不要把浑元长寿庄卖给捉妖人衙门？不行，这门功法太过惊世骇俗，贸然拿出恐有麻烦，还需从长计议。先把猛虎拳的境界加上去。猛虎拳是炼蛊境武学，奈何我修行太晚，已经错过最好的炼蛊时间。但凡当时能更进一步，我也不至于沦落至此。猛虎拳加点，今日我将踏足梦寐以求的炼蛊境。这就是炼蛊境的力量啊！怎么感觉还没浑元长寿庄带来的气血增幅大？不过炼蛊境就是炼蛊境，实力自然远超炼血境。只是我如今的庄公蜕变增厚了气血底蕴，两者并不需要比较，彼此是相辅相成的。迈过今日这道坎，未来再不会有什么困难能打倒我。妻子病愈有希望了，孙子孙女练武也有希望，甚至杨儿的残缺双腿也有治愈的希望。什么声音？有人踹了我家大门！李元寿，给老子滚出来！这个孽畜还敢来！坏人，不行吗，外公？混账！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小东西，身上流着我王家的血，却帮着那个外人顶撞你爹，孽！王成，有你这么当爹的吗？爹，舅舅。王成，我李家已经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再敢闹事，休怪我将你告上官府！你这个死废物，跟那个老不死一个怂样，除了告官，还有什么能耐？以为把老子送进大狱就能弄死老子？我呸！逆女，你给我过来！你敢！外公，他是个坏人，要打丫丫，还骂外公和舅舅，我不要跟他走。丫丫别哭，外公不会让任何人带走你。孽障！上次是看在丫丫和青青的面子上，只给你个教训，没想到你还敢来闹事，真当老夫会一而再的容忍你吗？老东西，5个月啊！你知道那5个月老子是怎么过来的吗？都是你咎由自取！立刻滚出去，不然休怪老夫！哈哈哈哈哈！你们听到了吗？这个老东西明明已经气血衰败到被镇东武馆解雇，彻底失去庇佑，居然还敢威胁我！老东西，忘了告诉你，拜你所赐，老子已经是黑虎武馆的挂名副馆主，就算官府也休想再动我一根毫毛。而你呢，已经跟你的废物儿子一样，沦为一个老废物。王成，事到如今，老子也不怕告诉你，知道你那个宝贝女儿是怎么死的吗？是你！哈哈哈哈！好，老子今天来就是为了看你这副明明气得要死，又不能奈何老子的样子，爽！畜生！放肆！滚！炼蛊武士，父亲，父亲不是已经气血衰败到炼血3重了吗？何时成了炼蛊武士？你带小家伙们先回去，看好你娘，别让她着急。这老东西是炼蛊武士？不可能！他壮年时尚且不入炼蛊境，如今气血衰败30年，如何能踏足那个境界？孩儿知道错了，求求你，看在孩儿看在青青的份上，再饶过孩儿一次吧。孩儿保证以后定会重新做人。你有什么资格提青青？爹，孩儿知道错了，都是黑虎武馆那个毒妇，是他逼我的。放心，我会送他去陪你的。爹，求您看在丫丫的份上放过我，你也不想丫丫失去父亲吧？放心吧，青阳会给他应有的父爱，不会再出现于他的世界里。老夫宁愿被他记恨，也不能留你。疯了，你疯了，你就是个疯子！
疯子，你杀了我吧！不让你们尝尽世间酷刑，老夫怎忍心让你们死去？那是元寿老哥吗？怎么成了这副样子？是王城那货种，怎么成了这副样子？他们可是炼血境9重武者，凶名赫赫，怎么也成了这般模样？诸位的好意，老朽心领了，事情已经解决，就不劳诸位费心了。作为曾经的捉妖人，还有几分情绪，必要时候可以求助捉妖引。这老头好生猛啊，竟然能抓到3头化形成人的妖魔。这3个是妖魔，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这不是黑虎武馆的刀疤铁头吗？我认识他们2个，错不了。不会吧，刀疤铁头可是炼血境9重的修为，又是黑虎武馆的人，谁敢动他们？或者他们怎么有点像李老头？李老头，他不是气血衰败，连炼血境4重都保不住了吗？竟然能打败黑虎武馆的2个炼血9重的武者。2位同僚，老朽捉妖人李元寿，此为老朽早已断绝姻亲的恶婿王成。他今日伙同黑虎武馆2名武者，光天化日之下，竟敢闯入捉妖人私宅，袭击捉妖人家眷，罪犯滔天，请衙门为老朽主持公道。作为斩妖司的守卫，听顶头校尉孙定安提过李元寿这个斩妖司老人，言语间满是推崇。但据说气血快要衰败到炼血低阶，很难想象他能击败2位炼血境9重的武者。什么？你说王成他们被一个80岁的老不死给废了？那老东西还带着他们找上了捉妖人衙门？是的，馆主。都是不中用的废物。对我而言，王成不过是个讨我欢心的玩物，哪里能想到就这么个玩物，竟然给我惹出这么大祸事。别看我这些年能以一己之力将黑虎武馆经营得风生水起，可只有自己清楚，武馆的生意靠的不是我，而是我背后的赵家。而在捉妖衙门这个庞然大物面前，不要说是我这小小的黑虎武馆，就是我背后的赵家也算不上什么。只有赵家才能保下我，我必须去找我爹。爹，救我！如燕，不要急，有事慢慢说。我在赵家做了数10年管家，配赐姓为赵，算是熬出了头。哪怕练蛊武师，都要对我客气几分。所以我时常教导你，每逢大事要有静气，出再大的事，只要有赵家在，我们父女就出不了事。我得罪了捉妖衙门。疯了！爹，不是我，是王成那个废物。我这几天养的一个玩物，他说要找一个老头报仇，我就给他派了2个随从。哪知道在这待着，我去求老爷看看。这些年我在赵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说老爷愿意出面，你还能留下一条命；说老爷不愿意出面，李老、李元寿、孙统领、孙定安是我晚辈，比我小20来岁。按理说气血也将衰败，但对方早年踏足炼蛊境，修为深不可测，而今气血怕是正值巅峰。这副头戴红羽黑盔、身披玄铁甲胄的威严模样，看上去更是不过30、40岁的样子。而我若不是系统觉醒，却连炼血境4重的气血都维持不住。李老不必客气，你是我的前辈，当年要不是您照拂我们这些晚辈，恐怕我早在第1次出任务的时候就沦为妖魔腹中血食了。就是这几个家伙擅闯李老家中闹事，来人，将他们打入地牢，让老徐撬开他们的嘴，我倒要看看是谁给他们的胆子，胆敢对捉妖人的家眷动手。老徐是捉妖衙门里负责刑狱的刑者，外号活阎王，落到他手里，即使是妖魔也抵挡不住。李老，我们许久未见，您随我进去坐坐。李老，前阵子我还听说您生活上遇到了困难，本以为您是不好意思对我这晚辈开口，没想到您老是老骥伏枥啊。惭愧，老朽蹉跎半生，晚年才有所领悟，前不久终于破入炼蛊境。不管怎么说，还是要恭喜李老，
李元寿抿了一口茶水，露出回味的表情。李元寿在寒暄中主动提及浑元长寿庄。李老，您的意思是，您能保持气血不败，甚至一路突破至炼蛊境，全靠一门您自创的庄法？我本以为李老是吃了什么宝药，偶然所得的机缘不可复制，没想到竟然是功法，能保持武者80岁，气血不衰败的功法，意义可太大了。古往今来，多少武者因为气血衰败，落得数十年苦功，最终功败垂成的下场。强如炼藏境高手，也只能凭借高深修为延缓气血衰败。而今竟然出现能延缓气血衰败的功法，如此奇功，岂能不让人动容？事情我听定安说了，大家伙都想来看看，不知李老可否演示一番？自无不可。这门庄功的确有浑元庄的影子，但却更加精妙，甚至比许多高级庄功还要精妙。没想到老前辈还是位奇才，化妆的第3式、第7式、第9式，简直是神来之笔。修行此庄功，气血怕是比高级庄功要雄厚，根基也更扎实，几乎完美继承了浑元庄的优点，又将之延伸了数倍有余，实乃不可多得的妙法。此等庄功几乎比得上我家传庄功。要知道，我可是出身郡城周氏，乃1000年世家，家传庄功经历了数十代炼藏境强者的改良。献丑了。李老先坐。李老的庄功大家都看过了，其中价值大家心里也该有些衡量。我欲提李元寿为玄甲统领，与诸位一般，领军中7品校尉俸禄，另赏下品壮骨丹100颗，极品气血丹100颗，上承炼蛊武学灵蛇拳1部。诸位意下如何？回大人，我觉得可行。属下附议。属下没意见。属下也没意见。属下也没意见。好，那就这么定了。定安，你稍后帮李统领安排下。另外，今晚8宝楼摆宴，为我们的新统领庆贺。恭喜恭喜恭喜李老哥升任统领！以后我等之间可要多加走动，互相帮衬才是。承蒙诸位厚爱，改日我请诸位吃酒。李老，这处院子以后就是你的了。这院子算是剩下的院子里环境最好的，稍后会有人来打扫和置办日常所需。今日晚宴后，随时可以带着家眷搬进来。李老，您需要短期内将浑元长寿庄编撰成册，送到周万和大人那里。有了这个统领身份，娣美堪比炼蛊巅峰武师。住在衙门，家人就有了保障，出门再无后顾之忧，孩子们也有了更好的练武环境。这是我往日想都不敢想的待遇。而今就这么实现，家里困境荡然无存，武道之路也将坦荡，仿佛能看到全新的路在脚下逐步铺开。李老，中午一起吃个便饭。一家子都还在等着，我先回去，晚些搬过来再聚。爷爷，放心吧，以后都不会再有这种事情了。这么说，我们以后就能住进捉妖衙门了。父亲，您太辛苦了。这有什么？只要咱们一家人过得好，过得开心，再苦再累都值得。还有你娘，我尽快想办法。从捉妖衙门退下后，家里生计日益困难。10多年前，我就卖了自己的佩刀，那时候还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有摸刀的机会了。不知我的伏妖刀法是否
伏妖刀法，小成，熟练度125217，升级所需3000。不枉我练刀30多年，每日都练习5遍以上。修行分功法与武学，功法以提升修为境界为主，武学则以技巧为主。有些特殊功法，如猛虎拳和灵蛇拳，是功法与武学的结合体。跟修为沾边的功法武学需气血基础，练功有消耗，需营养跟上。纯粹的武学无此限制，这么多熟练度，足够武学升级。升级成功，升级成功！伏妖刀法圆满。仅凭这门圆满刀法，我有斩杀炼蛊5重武师的把握。伏妖刀法虽是炼血境武学，但许多武者会沿用到炼蛊境，许多人也止步大成。大成武学与圆满武学境界一步之差，威力数倍差别。看看升级之后又是何等武学。伏妖刀法升级为烈阳刀法，烈阳刀法入门，熟练度107217，升级所需10000。这门刀法真是炼蛊武学。按理说，炼血武学升级之后，理应是炼蛊境武学，就像浑元桩和浑元长寿桩。但这烈阳刀法奥妙之深，竟然涉及到了内劲。武道一途，炼血、炼蛊、炼脏为肉身3境，这3者以淬炼肉身为主，至少要炼蛊境才能衍生出劲气。而想要运用内劲，必须达到炼脏境才行。好，能从炼蛊境用到炼脏境的武学，短时间里将不用再为武学发愁。这是一门价值堪比浑元长寿桩的高级武学。烈阳刀法圆满，熟练度47217，升级所需50000。熟练度到头了吗？烈阳刀法下一步蜕变竟要50000熟练度，不能提升也无所谓。以我目前的境界，动用圆满烈阳刀法都勉强，更别说炼脏境武学。炼蛊武师大都在炼蛊境9重才能涉足内劲，而我只需要境界推到炼蛊境7重以后，积蓄足够内劲，就可以随意使用。圆满的伏妖刀法已经给我叠加不少战力，更别说涉及内劲的烈阳刀法。短短1日之间，我已经有2门圆满绝学，战力真正能与衙门统领比肩，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时间还早，还能修炼一番猛虎拳。虎踞龙盘，猛虎扑食，虎啸山林，猛虎拳小成，熟练度2573，升级所需3000。步入炼蛊境后，这门拳法的修炼效率足足翻了几10倍，不只是境界，还有浑元长寿桩打下的雄厚根底带来的好处。今天是为我这个新统领庆贺，除了几位统领，还来了不少炼蛊武师，斩妖使周万和也亲自到场。今日为李统领庆贺，大家随意。看来不管什么环境，跟顶头上司坐一起吃饭，终归都别扭。晚辈苏和，敬礼统领。祝贺统领大人重回衙。多谢。晚辈也敬李统领一杯。李统领这人挺好相处啊。今晚去听酒吧。李老，既是庆贺，哪有不送贺礼的道理？使不得，
使不得。李老无需客气，这是不成文的规矩，人人有份。您老还是不要推辞了。苏统领说的对，这就是衙门。您老以后慢慢适应就好了。晚辈先行告辞。李老应该看出来了吧？有人的地方就有纷争，捉妖衙门也不例外。以你我的交情，无论您老是否站在我孙家和钱家这边，赵家都会将您视为潜在对手。而且您还跟黑虎武馆有些恩怨，赵家向来霸道，您老日后多加提防。我会注意的。赵家两兄弟回去，应该就会知道黑虎武馆的事儿。您老提前做个心理准备，如有需要，随时吩咐。黑虎武馆，赵家。黑虎武馆只有几个低阶炼蛊武师，馆主赵如燕不过炼蛊3重，以我炼蛊境2重的修为，加上伏妖刀法，就能轻易横扫整个黑虎武馆。只有那赵家棘手一些。且不说赵家有数位炼蛊境巅峰高手，只说其中有2位在捉妖衙门就是个麻烦事儿，同僚之间禁止相残，这是铁律。胆敢过线者，就是炼藏境高手也难逃灭族之祸。不过麻烦是相对的，我不好对付赵家，赵家同样不敢对付我，明面上暗地里都不好下手。可话说回来，我跟赵家并无多少恩怨，那黑虎武馆也不过赵家的一条狗而已。是否走到那一步，还要看赵家怎么选择。我早已不是那个气血衰败的老人，如今的我也不是赵家能拿捏的。倘若赵家非要护着黑虎武馆，那我不介意灭了赵家。还没睡呢。二哥对这李元寿怎么看？此人是个散修，本该跟那苏远走得近，却不想竟跟孙定安有些交情。不过他终究潜力已尽，对我赵家造不成什么威胁。也是，纵然他偶得机缘踏足炼蛊境，也难改年过80的事实，未来终究有限。捉妖衙门的统领并非只是地位象征，背后涉及利益纷争，但想来李元寿一个老家伙还不足以影响局势。二爷、三爷，大爷请您2位到议事堂。还以为多大事呢，原来是得罪了李元寿啊，有点小麻烦，不过问题不大。怎么，这个老家伙，难不成还有什么来历？原来是这样，不过一个投机取巧的老东西罢了，难道还敢得罪我赵家？这样吧，二弟、三弟，你们明日放衙时，邀他到八宝楼坐坐，我亲自去跟他谈谈。左右不过一点小恩怨，多给他些补偿就是。小事一桩，亮他们也不敢跟我赵家为难。大哥，那件事没出什么岔子吧？放心。妥当的很，办事的都是我赵家多年培养的死士，这次是父亲亲自带人去的。那就好，那就好。猛虎拳小成，熟练度2615。不错，又涨了42点熟练度，距离猛虎拳突破
只差不到400熟练度。跟猛虎拳不同，灵蛇拳模仿妖蛇杀招而创，着重借鉴了蛇类的柔韧性，意在将骨骼练出韧劲。两者各有好处，若能全部练成，就可做到刚柔并济，一柔一刚相结合，杀伤力毋庸置疑。我知道您老不喜欢麻烦人，不过搬家这事儿不比练武，麻烦得很。就给您带了几辆马车，今儿个你们就听李老吩咐，让你们干什么就干什么，懂吗？莫不是黑虎山发生了什么变故？您老不愧是衙门里资历最老的前辈。我刚得到消息，有一头炼藏境大妖从百灵山那边闯入黑虎山地界，可能会跟那头虎王发生冲突。今天开始，说不定就得忙起来了。我特地从家里给您老挑了几个懂事的丫鬟，从小培养的，方便照顾月姨。不过主要还是您这边，依衙门规矩，每个统领都要各自带人镇守下面的镇子。黑虎山妖物众多，每当发生动荡，都会波及周边村镇，引起妖祸。如今两头炼藏境大妖碰面，动荡定会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严重。你是担心有炼蛊高阶妖兽跑出来？是的，我最多能给您安排2位炼蛊5重武师。看斩妖时怎么安排吧。炼蛊境2重的修为，加上比炼蛊2、3重武师浑厚数倍的气血，还有2门圆满刀法，对上炼蛊高阶也并非不能一战。还有一件事要告诉您老，我打听到了些门路，或许对月姨的恢复有用。哦，2个办法，一个是寻找修炼柔劲的炼藏境高手，以相对温和的内劲为月姨梳理经脉，再加药物疗养；另一个比较困难，需要去河东郡药王谷。定案，多谢。您2位可算来了，斩妖史大人正在等着呢，就差找人去寻你2位了。尔等身为统领，不知该提前上衙吗？既然几位统领都已到齐，下面开始分配任务。孙定安负责七木镇，即刻出发，务必以最快速度将周围村庄百姓尽数归拢到镇上。是。李元寿，你负责清水镇，任务也是一样。孙明、孙宇、展云，你们3个带剩下的人随李统领一起镇守清水镇，若有闪失，唯尔等试问。是。统领这边。你们几个带人先前往镇上，孙明、孙宇、展云，我们分头行动，各自去就近的村庄，最后再到清水镇集合。李统领，还是我去北边吧。我去更合适。无妨，你们去其他地方即可。也罢，左右我们这边最轻松，便由着统领去吧。望虎城北靠黑虎山，往南是衡山，被2条大山夹在中间，没少发生过妖祸，但清水镇向来是受灾最少的地方。只要集中到镇上，再对这位统领多加照顾就是。前方有妖物，拿弓来！杀过去！被狼妖围在中间的是2具人类尸体。
前方的小河村已经遭到妖物袭击，这两人多半是去城中报信，却被狼妖追上，加速前进。狼神大人，求求您，孩子们还小，您吃我们吧。你们这些老东西的肉又老又柴，也配入大爷的口？拿来吧你！炼血武者远程射击，炼蛊武师跟我冲！捉妖人，不好，有黑角统领，这是人类炼蛊7种以上的武士，来者何人？无乃狼神领天狼大人麾下战将。去哪的，狗屁战将！不好！死！大老爷，叫大家都起来吧，这里不能待了。小人小河村村正代小河村上下100余口，多谢诸位大人救命之恩。这些狼妖只是开始，其他妖物随时可能赶来，先让乡亲们撤离吧。你们护送村民撤离，沿路把附近村庄都聚集起来，用最快速度赶往清水镇。统领，您是要？我断后。您多加小心。快走！统领大人，我们本来还听说这位统领上位不正，没有与之匹配的实力，心中存着质疑。可是那孤独被去的壮阔背影，都让我们为之动容。捉妖人不是斩妖使，规矩没有那么严苛，哪怕临阵脱逃，顶多也就是吃些惩罚。尤其是统领，总会比常人多些优待。大家不过是为了一口饭，有几个愿意为了保护普通人而拼命的？大人，你们去了只会成为累赘，不要辜负大人的苦心。你们几个年轻的分头行动，去清水镇其他村子还有衙门求援，快去！绝不能辜负统领大人福气。往常练一遍武学才能增加一点熟练度，可现在战斗中每一招都能增加一点熟练度，战斗居然还有这个好处。猛虎拳只差300多点熟练度就能突破，说不定今天就是突破的机会。同儿们，人族武士的血肉是世界最好的宝药，吃一口就能让你成为妖将。一群孽畜不知所谓，猛虎下山，恶虎扑食。猛虎拳小成，熟练度2675。人族武士，小我族30多二郎带你历劫，本身定要将你生吞活剥，将你的一身铁骨掰碎开来，做成骨串，将你一身血肉分与二郎。看来这头老狼野心很大，或许想趁着2头炼脏大妖争锋时渔翁得利。他想凭借这群狼崽消耗自己的实力，我也想拖，最好能拖到猛虎拳大成。老兵大人，他在去南阳。别说，你难道看不出他是在故意示弱？人族统领给他修为，怎么可能这么可能？你是说他在故意隐瞒？狼神大人应为人族有句老话，你们这就叫孺子可教。200、100、10、9、8。猛虎拳点数已满，气力增加300斤，气血小有增幅，骨骼密度提升1倍，劲气成长到了牙签粗细，数量多了1倍，约莫能施展出一次圆满烈阳刀法。这头老狼远比其他狼妖稳重谨慎，但他没有被吓退，必然有叫板统领的底气。无论是4个抬轿的，还
是旁边2尊门神般的铁塔苍狼，气势都比古场那几头浑厚了数倍。杀了他！烈阳刀法，堪比炼骨7重武师。来得好！动物就是动物，再怎么学也不像人。这老东西分明已经达到人族外境，为何还能有这般战力？他根本不是人族统领，人族他们是。唯有动用出圆满烈阳刀法，方可与之抗衡。但要想伤到对方，还需动用劲气，那就只有一次机会。低估了这个家伙，招式之中几乎有了粗浅的武学章法。卑鄙的人族，本身定要将你碎尸万段！机会没了，就是现在！狼神大人，那领我们纵横这片地域多年的狼神，竟被一个人族老头斩杀。杀了他，替狼神大人报仇！狼烈，你敢背叛狼神？你们哪里逃？方才不过是吓唬那几头狼妖，我在动用劲气斩杀那头老狼后，早已被抽干力气，练出的劲气还是太少，只不过加持一次圆满的烈阳刀法就被抽干，以后万不可这么冒险。这不会是传说中的宝药吧？宝药不仅仅是土生土长的，还有些血脉特殊的妖兽身上也能孕育出，尤其是一些吞服过宝药的妖兽，身体某个部位也会蜕变成宝药。据说宝药全都蕴含独特的芳香，一头炼骨境狼妖体内竟诞生宝药。我听说过的妖兽孕育宝药，至少要炼藏境修为，这可真是个天大的惊喜。宝药难得，不能被人知晓，这等奇物，炼藏境高手都有争抢。以我如今的修为，斩杀一头炼骨巅峰的狼妖都是侥幸，更别说对付炼藏境强者。宝药最好是炼丹，发挥其最大效用，但我冒不起这个风险。猛虎下山，虎啸山林。体魄强度翻了数倍，气力稳稳超过3000斤，这也就意味着我的修为达到了炼骨6重境界，力量近乎翻倍，这种估算基本不会出错。3000斤巨力，只说基础力量的话，已经堪比炼骨9重武师。回头可以找定安打听打听。我最大的短板就是认知不足，以后得花时间开拓眼界，提升认知。今天虽有些莽撞，但收获也很丰厚。仅是几头炼骨境狼妖，就足以比得上我前半生数十年的奋斗，更别说还得到一颗宝药。捉妖人是个风险很大，但也很容易暴利的职业。就像今天这等收获，哪怕是其他几个统领级高手，数十年也未必能碰上一次。
什么？你们说小河村那边出现上百狼妖，还有不少炼蛊境狼妖？坏了，这些家伙怎么绕到这边来了？上百妖狼，还有不少炼蛊境，恐怕是野狼岭那头老狼动了。快去南边那几个村子通知2位孙大人和展大人，叫他们先不要管那些村民，速速赶来，与我等一起聚守清水镇。难道不该是去驰援李统领吗？那头老狼修为深厚，20年前就能与苏老统领一战，而今只怕已经踏足炼蛊境巅峰。几位统领来了，也未必能拿下他。指望我们去支援，那是支援吗？那是送死！速速去征收镇上的烈酒、火油，集中到镇北，再征集那些猎户，带弓箭一起集合。小河村被袭击的突然，指望李统领肯定是挡不住的。我们必须尽快集中力量，提前做部署，以应对随时可能南下而来的那些狼妖。斩妖使大人呢？我来衙门求援。斩妖使大人已经去驰援苏远统领，苏远统领那里出现3头炼蛊巅峰牛妖，形势危急。孙统领那边呢？那边也遭遇至少2头炼蛊巅峰大妖，衙门无力他顾，还是孙统领派人回孙家叫人支援。赵统领也是。斩妖使大人说了，此次形势前所未有的严重，各方恐怕都有危险，所以我带着大人指令来找你们求援。完了，我也是来求援的。小河村出现上百狼妖，还有不少炼蛊境狼妖。灭掉这批狼妖，应该不会再有大批妖魔出现。跑掉的那几头，应该是不敢回来了。我的任务是镇守清水镇，现如今灭掉这么多狼妖，连那头狼王都毙掉，估计野狼岭也不会剩下多少狼妖，清水镇自然就不会再有妖祸。此刻我担心北边的七木镇出问题，那些狼妖从野狼岭赶来，直线需要途经七木镇，要么是绕路，要么就是七木镇自顾不暇，那里是孙定安在镇守。那些畜生来得太快了，2尊炼蛊巅峰的虎妖，恐怕是黑虎山中那头虎王的子嗣，实力不可小觑。家族那边通知了吗？算算时间，元首应该已经在路上了。二爷，那些畜生来势汹汹，不计死伤，就算大爷来援，只怕也难以守得住。要不您还是……这种话不要再说了。七木镇必须守住，无论是为了这一镇百姓，还是为了清水镇的那些同僚，我心里还是不安。再派人去清水镇传信，小心有漏网之鱼。剑袋空了，准备好烈酒、火油，随时准备迎接妖兽突袭。2头可以试试，我只听说虎妖力大无穷，却没接触。但我如今基础力量破3000，堪比炼蛊巅峰武师，又有玄铁刀和圆满烈阳刀法。最重要的是，我的劲气翻了数倍，可以用出数次刀劲，搏一搏。什么时候人族这般大胆，竟敢孤身来挑战我等？好，难得有这么送死的。人族，你很有胆量。你遇到了那头蠢王，将他们都杀了。别急，很快送你们团聚。这是比那头老狼更聪明的大妖，竟带着兵器。看来他的确被你杀了。这冷剑铁锤是我40年前击杀一个如你一般的老年统领所得，他应该算是你的前辈，给我送这份重戒，助我杀了2个统领。今日我会亲手杀了你。你想杀我，没那么容易。你很好，哪里好？这头虎妖速度不算快，但力量确实很强，只怕在3500往上。今日你的刀也将成为我的战利品。
你想耗尽我的力气？晚了。这种态度。大哥，助我！明明占尽优势，竟然落入下风，休伤无地。烈阳刀剑。混账！你敢！我杀了你！这头狐妖力量至少在4000斤往上，不可力战，而且体内或许也有宝药。给我死！靠体力拉扯，还是落了下乘。回头一定要修习一门身法武学，或者轻功武学。我父乃黑虎山王者，待他荡平外来者，定要你们所有人为我兄弟陪葬。不能浪费。跟那颗狼心一样，这块虎肝也没有腥味，反而带着清香，更有股沁人心脾的清凉感。那些正在冲杀的跛杂妖兽，不仅能看清身形，甚至能看到身上的刀疤剑痕。都说以形补形，干强则木明，果然不假。这份宝药除了增强气血、充沛生机，还能提升势力，体魄又增强好几倍，基础力量已经超过方才那头虎妖，恐怕有5500到6000斤。境界增幅打破了300斤极限，底蕴在浑元长寿桩基础上，被这颗宝药又增强不少，气劲也提升数倍，至少可以用30-40次刀劲。这还是只是吞服2次宝药，如果有更多，岂不是有机会冲入炼藏境？得尽快解决定安这里的妖祸，然后赶往其他人那里，看看能否再得到一份宝药。或许只需1-2份就能冲击炼藏境。这个诱惑对我来说，无疑是值得全力去搏的。还有我的烈阳刀法。烈阳刀法圆满，熟练度48319。切脸与狼妖、虎妖对战，这门涉及内劲的圆满刀法，赫然提升了1000多熟练度。以我如今的修为和体魄，足以撑起炼藏武学，无论哪一步先突破，都是大好事。不好，又来了一位人族统领。是我们捉妖衙门的统领大人来了。不好，2位虎军不见了。那2只黑狐已经被斩，尔等还不速速就擒！虎军战死了，人族援军来了，快跑啊！援军已至，衙门来了一位统领，已经击杀那2头黑虎。兄弟们，随我杀掉这些小崽子！说得好，兄弟们一起杀！我不像李元寿一样，随时可以补充力量。在接连斩杀200多炼血妖魔、10数头炼蛊中阶妖魔后，就已经开始进入疲态。炼蛊巅峰武师也不是铁打的，我如今能与5头炼蛊高阶大妖搏杀一炷香有余，已经是屹立顽强，全靠咬牙撑着了。
定安，你没事吧？李老，怎么半日不见，认不出来了？李统领，不是说这位老统领是靠着上交功法跻身统领之位，实际修为不过炼蛊境1、2重吗？为何能有这般万夫不敌之勇？是我疏忽，没能发现那群狼妖，险些害了您老。还好您老力挽狂澜，不然的话，过去的事就不说了。说起来，还得多亏你没发现那头老狼。您老这福缘，怕是斩妖使都要羡慕了。苏远遇3头炼蛊牛妖，多亏炼藏境斩妖使周万和支援，现已带苏远赶去青阳镇帮赵家兄弟了。青阳镇竟连遭2波大妖，由此可见，那伙妖魔或许是那头外来的炼藏境妖王带来的。3头炼藏境大妖相争，对望虎城来说可是个难得的好机会。还是先去青阳镇看看再说。2位统领来的正好，青阳镇妖祸已清，周大人命我来请2位一同杀入黑虎山，斩虎王。正有此意，即刻动身。妈的，这是什么狗屎运！李统领可真是好福缘。是啊，我等遇到的大妖加起来超过10头。却是连宝药味都没闻到，看来宝药比我想象中稀有的多。这样一来，那3头炼藏境大妖孕育出宝药的机会，岂不是少了很多？大人，我们何时进山？我怀疑黑虎山深处出现了什么宝贝，说不定3头炼藏大妖也是为了宝药。诸位若是休整好，我们即刻进山。传言炼藏境高手近期外放，可于杀人于100步之外。不知那黑虎山的大妖还剩下几分实力？还有周万和修行到了什么地步？火云豹，你要宝药，分你1半便是，何须如此逼迫？是那头虎王。本王说了，你们父子俯首称臣，让出那处女人，再奉我为王。今日饶过尔等，不然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这就是炼藏境大妖的实力。火云豹手持古棒，黑虎王手持银白长剑，2头大妖还是最原始的打法，简直是莽夫行为。他们的力量似乎不是很强，大概在5000斤上下，不超过6000。内劲确实比我浑厚，不过怕是消耗的也差不多了。跟上！卑鄙无耻的人族！本王就是死，也要带你陪葬！好一个炼藏大妖，重创1头黑虎，又击杀1头虎王，竟然还有如此实力！不好！你竟然没事！这是一个80岁炼蛊武师该有的实力。侥幸沾了宝药的光。这恐怕不只是宝药的问题，宝药最多提升修为，增强根基，可不能让人拥有圆满的炼藏境武学。毕竟修行数十年，总该有些领悟才是。我觉得你悟性很强，这门刀法也是你在伏妖刀法基础上开创出来的吧？我看着你才30出头。我虽不能举荐你入斩妖司，但你若是愿意，可以入我周家做个供奉，待遇不比普通斩妖使差多少。难怪今天这么多话。你先别急着拒绝，等你步入炼藏境，待我与你细说一番我们灵河郡，你再做决定也不迟。好，炼藏境大妖太强了。即使身受重创，也不是那几头炼蛊巅峰大妖可比。那是他有宝物增强了底蕴，若你们也有宝药滋养，催生出更多内劲，斩杀他将易如反掌。走，去看看那所谓的灵泉。
别急。此行我与李统领出力最多，论功绩当以我们为先。不过念及苏统领年事已高，更加迫切，所以我决定让苏统领和李统领最先使用。谁赞成，谁反对？既然大家没有意见，那就开始分宝药。周大人，不知这灵水对经脉残破、机体萎缩的炼血武者可否有用？如果是这种情况，只需180滴，分次兑入清水中沐浴，持续半个月即可痊愈。不过，它的效用不在于养伤，期间需要搭配上好的药物调养。你若是舍得，可将那小块虎肝入药。多谢大人指点。李老，恭喜，我去给您老寻2个容器来。李老，容器来了。这2颗爆心出自炼心大成的火炉爆，不知能否让我步入炼藏境？那颗爆心就有些烫嘴，在咀嚼中仿佛化为点点热浪，顺着喉咙涌入5脏6腑。4肢百骸，浑元长寿庄。此时我才能清晰感受到那颗爆心化作的热流，在经脉中周天循环之后，涌入了我的心脏。这股力量在淬炼我的心脏，心主血脉，作为人体血脉的中心枢纽，气血由此贯穿全身，流通4肢百骸、全身经脉，同时它也是蕴养神智的力量。主导人体5脏6腑的运转，所以炼脏境的修行，不便将心脏作为第1个修行基点。毫无疑问，我此刻就在炼脏，不过我没炼脏境功法，只能借用浑元长寿庄一遍又一遍地锤炼自身气血。生命在出生时，5脏6腑就蕴藏先天本命元气。不过，因为后天成长，汲取的食物蕴含杂质，呼吸的空气也蕴含杂质，使得本命元气污浊，甚至令先天元气自我封闭，潜藏于5脏之中，无法调用。炼脏就是为了重新挖掘这些先天本命元气，使之淬炼气血，与气血相融，为人所用，并将气血、气劲熔炼为真正的内劲。炼脏劲和炼骨劲的区别就在于此。炼骨劲虽然也能诞生气劲，但却散落虚浮，不够凝练，因而无法释放出去。炼脏劲衍生出的气劲，成为真正可以破体而出的劲气。终于踏入炼脏境，虽然早料到有宝药能缩短步入炼脏境的时间，却也没想到幸福来得这么快。从今往后，我也算是望虎城的顶尖高手了。猛虎下山！还好，境界突破并不影响面板加点。猛虎拳是炼骨武学，却能在炼脏境继续加点，岂不是意味着自己骨骼方面的底蕴还能继续提升？又或者说，无论我的修为到何等地步，只要熟练度足够，就能一直增加对应境界的力量。哪怕如今可以算是个炼脏高手，修炼浑元长寿庄照样可以加点增强气血；修炼猛虎拳、灵蛇拳照样可以加点进行炼骨。别人需要宝药才能增厚根基、提升潜力，而我除了宝药，还可以通过熟练度加点来增强。这是我从未注意过的角度，感觉打开了新世界。之前我为了改变家庭现状，只想尽快提升修为，没考虑过这些。现在发现已不迟，反正随时可以继续修炼这些功法，只要熟练度足够，全都可以提升。这也就意味着，我每修炼一门功法武学，就多得一种宝药。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可以好好休息了。李老还在担心，斩妖使大人都说了，月乙肯定能恢复的。不亲眼见到，心里难免有些不踏实。黑虎山那么多炼蛊巅峰大妖，实力个个都比那头老狼强得多，却都没孕养出宝药，说明那些大妖都没能得到灵泉洗髓。偏偏那头老狼做到了，要么他跟头虎王很亲近，被虎王重视，赐予灵泉，要么就是他得到了其他机缘。回想七木镇遇到的两头黑虎对狼妖那种轻蔑态度，觉得不可能是前者。如此是否可以推测老狼的巢穴另有机缘？野狼岭，等妻子痊愈后，抽空去野狼岭探索一番。防止有残余妖魔误入其中，影响灵泉储存灵水。父亲，深秋苦寒，杨儿，你得注意身体。今日得了不少机缘，我已经踏足炼藏境，我们还合力灭了黑虎山，以后你们都不用再担心了。这是先天灵水和虎肝宝药，可以洗筋伐髓，滋补经脉，活络气血，只需半个月就能让你娘痊愈。真的吗？太好了！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将来为父也会为你寻来宝药，让你也能重新站起来。父亲，我不用多说，我有分寸。再准备一桶热水。月儿，你很快就能痊愈了。自从妻子卧病在床后，我很克制自己的情绪，怕影响到她，克制了数十年，还好，很快她就能重新恢复过来。见过李统领。李前辈好。随着各镇捉妖人归来，大家都知道了我的功绩。都说人越老越喜欢回忆往事，以前被生计所愁，鲜少能静下心，而今不知不觉站在这望虎城之巅，身上担子卸去大半，感到前所未有的松心，就不自觉回想曾经。平心而论，这一生虽苦虽累，但家庭还算圆满，妻子贴心，儿子孝顺，孙儿孙女懂事，唯一缺憾就是早逝的女儿青青。那个孽障死了，王成今天上午就断了气，跟那两个被后脚捏死的黑虎武馆打手，被老徐找人打包丢到城外乱葬岗。几人亲眼看着秃鹫将那3个畜生吃干抹净才回来。对于这个恶婿，听到他的凄惨下场，心里毫无波澜，没有想象中痛快。但我并不后悔这个决定，为父很快会让剩下的人也付出代价。今天看到赵家两兄弟几次想开口，多半是想替黑虎武馆说话，最终都没开口。赵家终究是选择维护黑虎武馆，或许他们有什么底牌，但为父定会让他们为今日的选择而后悔。
今日不练刀，要先将猛虎拳修炼圆满。捉妖人禁止内斗，要对付躲在赵家的黑虎武馆那些人，绕不开赵明仁和赵明德，那就不能使用标志性武学。不过没关系，很快就会让猛虎拳蜕变，还能用功勋学习更多武学。不需要多少时间，就会让所有人都认不出来。雄厚根基让我练拳速度更快更猛，炼脏劲充沛气血，宝药淬炼提升的肝脏，令气血劲连绵不绝。不用丹药也能保持高强度修炼，每个时辰能练上百遍。猛虎拳大成熟练度5000比5000。这门拳法终究是弱了些，以我如今根基底蕴，增幅效果微乎其微，体魄强度没什么变化，骨骼稍有增强，在5800斤力的基础上加200，凑了个6000斤整数。这份收益肯定不如宝药，但猛虎拳本就是下乘武学，主要适用于练骨初期，圆满也只能修炼到练骨境4重，而我已经是炼藏高手，体魄还经历先天灵水，数种宝药洗礼，早已打破数次极限，能有所提升，已经是多少人梦寐以求又求而不得的事。修行本就是一步步积累，没有100-200的增幅，何来成千上万的巨力？我修炼猛虎拳，不只是为了这份增幅，更多还是为了多一门升级后的强大武学。继续。听大家说你每天都在疯狂修炼猛虎拳，我还以为是谣传，没想到你还真是在练它。读书人常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练武又何尝不是如此？难怪你能开创出2门功法武学，别说望虎城，就是郡城那边也找不出几个像你这般刻苦之人。郡城武者背景雄厚，从小有丹药宝药，随便修炼就能比得上望虎城武者半月乃至1月苦力。人家有条件，自然不用费心思，哪像我们这种泥腿子和半路出家的穷苦人，只能靠拼命换取更多资源。平心而论，如果大家都有这种资源供应，谁乐意拿命去拼？我今日收到消息，北周彻底乱了，到处都在闹妖祸。黑水河最近也不太平，听说是北周总司那边上来一位手腕强硬的新司主，上任不到半年，就在万妖山脉杀了个7进7出，光是宗师级妖王就斩了不下2手之数。你可能还不知道何为宗师，修行一道共分9境，下3境为后天境，以修炼肉身为主，所以练血、练骨、炼脏，中3境为先天境，以修炼真气为主。炼脏境之上，就要反后天为先天，或是激发体内先天元气，或是吸收天材地宝、先天之气，将劲气转化或锤炼成先天真气。先天出境为化气境，也叫先天真气境，我们通常称之为先天强者。再往上才是宗师，宗师强者手段通玄，可搬山倒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亦可纵横9天，飞天遁地。我周家老祖宗就是一位宗师强者。李统领，出门在外随意就好。李统领，李老，客气了。李老来了，以后别这么客气。李老真是和蔼。不用见外。哈哈哈哈哈！
今日妖祸尽除，理当论功行赏。李统领功勋记录在册，有3700多点，如有记录不足的地方，随后可以提出来单独补。回头你找孙统领了解一下功勋具体怎么用，我就不细讲了。明白。功勋基本就是这样，妖兽材料还未统计出来，回头大家直接找秦伯就是。将近4000功勋，李老这是要一步登天了。今日之后，我们望虎城就该从3大世家变成5大世家了。祝贺李老踏足炼脏境，荣创望虎李家，也祝贺苏老突破炼脏境，带领苏家屹立望虎城之巅。为2位炼脏高手贺，为2位新族长贺。恭喜啊，李老！少年立下的宏图大志，总算实现了一步。黑虎武馆的事情要重新考虑了。赵福为我赵家辛苦数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若是将他们父女交出去，只怕会让其他人寒心。父亲那边怎么样？消息还没传回来，不过将来是会顺利的。不要指望父亲出手，也不要指望那些家伙动一个炼脏高手，还是捉妖衙门的统领，不是小事。这种事情也拖不得，拖一拖也不是不行。你忘了那口灵泉？灵泉？今日我们杀入黑虎山那口灵泉，半年就能让2个人洗金法水。下一次必定有斩妖使一个位置，另一个还没定下。不管定没定，最迟1年，我们都能踏足炼脏境。届时斩妖使或许已经调走，而我们赵家会有3个炼脏境。父亲那边如果顺利，应该是4个。整个望虎城如今才4个。加上那2个老家伙，算是6个炼脏境。而我们赵家不久后就将拥有4位炼脏境，这股力量足以横扫望虎城，放在郡城都能吸取风流，何须忌惮一个半只脚入土的老家伙？先天之境，宗师之境，光是想想那飞天遁地、翻江倒海的手段，就令我热血沸腾，恨不能一睹为快。天下武者千千万，炼脏境就已是万里挑一，能登上先天者更是100万武者里都不见得能出1个。至于宗师，那等人物如9天真龙，俯瞰苍生。不过我北周13郡年轻俊杰何其之多，总有那么一些妖孽之辈，30岁前就可踏入先天之列。可即便是这些人，也没几个能入宗师境。虽不敢妄想宗师，以我的家世，有生之年登临先天境却不算难事。能成为先天强者，坐镇一郡，也算是人中龙凤了。今日与你说这么多，就是想告诉你，我周家底蕴虽不如斩妖司，但也是咱们北周赫赫有名的千年世家。你若愿入我周家，我可保你成为先天之下顶尖高手。将来等我成就先天，坐镇一郡，封你一个镇妖大将，绝非难事。届时你亦可号令万军，光宗耀祖。抛开这些虚的，我再跟你说些实际的。只要你愿意跟我去郡城，我可以送你一处占地10亩的上好宅院，再给你配几个炼脏境护卫，110个家丁婢女，保管给你一家人照顾到位。我听说你孙儿孙女到了学5年级，我可以安排他们跟着我周家儿女一起修行，至少都是5脏大成的炼脏高手，偶尔还会有先天武者进行指点。还有你儿子那边，等我步入先天，也会帮你想办法。至于你，武学、宝药、功法、兵器，不管需要什么，先天之下我都能给你弄来。世家能传承1000年，靠的不是做慈善，给出来的东西也随时可以收回去。到那时，生死自由被人掌控，只能服从，那跟当狗有什么区别？3个月后，我将回郡城述职，在此期间，你还有机会。慢走。平心而论，周万和这人还算可以，面对灵泉和宝药，能守住底线。出身世家，没有世家子弟的架子，算是个不错的同僚和顶头上司。只可惜
道不同不相为谋。夫君，月儿，你终于醒了。元寿哥，月儿，元寿哥，我还以为再也看不到你的样子，不能再与你说话，好怕就这样死去，徒留你在这世上孤苦伤悲。爹，娘，吃饭了。娘，你可别把他们惯坏了。以前那是家里苦，不得不让你们受苦。现在你爹都是炼赃高手，成了捉妖衙门统领，孩子们明明能过上好日子，你难道还想他们没苦硬吃？我和你娘为什么那么拼？不就是为了你们都能有好日子？好不容易努力到今天这个地步，要是还吃苦，那不是白努力了？得，都是我的错。猛虎拳圆满，熟练度10000可加点。加点。虎魔炼体术入门，熟练度0。黑虎掏心，虎魔本身。这是什么拳法？为何感觉凶猛了10倍不止？应该是父亲新创的武学。爷爷好厉害！爷爷，我以后也要学这门拳法。这可不只是拳法，而是一门体术。这门体术名为虎魔炼体术，取自比虎妖更霸道强大的虎魔形意。内可炼血、炼骨、炼脏，外可炼成拳法武学。月姨重伤痊愈是件大喜事，晚辈迟了1个月才来祝贺，您二老不会怪罪我吧？你这臭小子，什么时候学会滑头了？时间过得真快，上次见定安还是个青壮小伙，这一转眼恐怕都该抱上孙儿了吧？是啊，去年刚添了个孙儿孙女，我也算是跟您二老有了一样的福气，赶明就带我家娘子和儿孙们来拜会您二老。那感情好，走，快进屋，今儿个姨给你多做几个菜，让你李叔和青阳好好跟你喝几杯。说起来，我们已经有好些年没像今天这样做过了。是啊，好些年了。今天是个好日子，不说这些伤心事。听说你这阵忙着走镖，怎么有空来我这？这不是来看月姨吗？我听说您老跟斩妖使闹了些不愉快，这事儿都传你那儿去了，屁大点事儿，不影响。是不是斩妖使想让您老去郡城，被您老给拒绝了？一把年纪了，不想趟世家门阀的浑水。您老是想待在望虎城养老？怎么想拉我到你孙家？那不能，千年世家您都看不上，我们家这种小门小户哪能容得下您这尊大佛？我是想看看您老有没有上去的打算。上去？上哪儿？斩妖司啊！我还以为斩妖使跟您老说了呢，他不跟您说，肯定是想您能加入周家。实际上，像您老这样的炼藏高手，也是可以进入斩妖司的。斩妖司其实也分着呢，有内司和外司。这么说，你是想动一动？要是以前，我肯定不敢想。这不是黑虎山发现了灵泉，等些时日，我也能借此步入炼藏境了吗？炼藏高手起码能活150岁，相比之下，我这才活了1半不到，总不能后半生就像我爹、我祖父他们一样，在望虎城这小地方养老吧？这话有理。那您老要不要一起？我想去，但得好好考虑一下，做个准备。没事，
不急，我突破还得几个月到半年呢。您老只要去就行，到时候咱们有个照应。菜来了，你怎么不叫我？你们继续聊吧，我这有小兰、小菊帮衬就行。小兰，把定安带的酒打开，给他们都满上。好的，夫人。月姨，你也带着孩子们在这边吃吧。定安又不是外人，大家一块在这吃。明儿弄个再大点的桌子，叫定安家里都来坐坐。那我以后可就常来叨扰您老了。我是真没想到，您老这把年纪还能激流勇上，成为炼藏高手。您是不知道，您老现在可是咱望虎城的传奇。我前些天在外走镖的时候，在卧牛城、白鹿城都见到有说书先生在讲您的故事呢。山外之名，当不得朕。李老，我能不能跟您商量个事？跟我还有什么好客气的？就冲你这客气，自罚一杯。成，我自罚。实不相瞒，我觉得我家祖传的蒙牛剑不如您那虎魔炼体术。您看您老能不能帮我改进改进？我可以带我大哥和我爹做主，绝对给您老一份满意的报酬。不用那么麻烦，我们还回老宅子就是。不过倒是得麻烦你联系些匠人，把我那套老宅翻新整修下。成，那我回头帮您安排人。小芳，送一下定安。我听杨二说了，你想去郡城斩妖司。趁着还有把子力气，再去打拼打拼。我知道劝不住你，但还是想唠叨唠叨。你如今虽是炼藏境高手，可外边也不比望虎城，出去还是要多加小心。放心吧，我可不是20-30岁的冲动小伙子。想在离开前为家人安排好生活后盾，同时打算处理赵家这个潜在对手。苏统领，孙统领，都来坐吧。黎叔，我跟家里商量过后，未能如我所愿。我家老太爷和我那家主兄长只愿意拿出莽牛劲的前置功法，适用于炼蛊境的莽牛拳，任由我做尝试。老夫不久后将前往郡城闯荡，只待站住脚，就会接家人同往。在此期间，只想给家人置办些产业，安稳他们的生活。如果苏统领能给指个路，那就再好不过了。李老哥竟有如此雄心，倒是苏某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并非苏某多心，实在是这些年如履薄冰，唯恐得罪诸位，牵连家人。都是过来人，老夫能理解。今日之事是老弟考虑不周，多有唐突。若是老哥不嫌弃，老弟愿帮老哥在东城安置家人。如此甚好，那就麻烦苏老弟了。等我挑好铺子、田亩，再来找老哥。李叔，我先走了。莽牛停脚。莽牛踏地。这门拳法不愧是孙家珍藏武学，同走刚猛之道，参悟莽牛而成，却比猛虎拳更加爆裂。这是炼藏境开创的炼蛊武学，这门拳法的高深程度，甚至要胜过灵蛇拳，潜力接近烈阳刀法，是个能涉猎到炼藏境的武学。
难怪孙家能顶着赵家立足望虎城300年。不过，相比我的虎魔炼体术，还是要差一截。如果把功法武学对比境界进行划分，以炼血功法为3流，炼骨为2流，炼藏为1流，再细分下乘、中乘、上乘的话，猛虎拳、伏妖刀法、浑元桩都是2、3流下乘功法武学，灵蛇拳可以称之为2流中乘武学，浑元长寿桩、烈阳刀法、蟒牛拳则可以称之为2流上乘武学。至于虎魔炼体术，放在1流武学中至少也是中乘，而从蟒牛拳中窥视的蟒牛劲，最多算是1流下乘武学，两者有不小的差距。不过这门武学起点高，破线之后或许会比虎魔炼体术更强。蟒牛拳圆满，熟练度2万可加点。突破。大力牛魔拳入门，熟练度0。蟒牛拳如愿蜕变成炼藏武学，成型后的功法层次也超出虎魔炼体术，大约到了上乘地步，功法潜力更强，破线后得到的增幅也更多，这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收获。蟒牛拳从圆满开始有增幅，当时增幅300斤，而今破线又增加1000斤基础力量，至此我的纯肉身蛮力已经高达7500斤，这等提升可比修炼劲气快多了。炼藏境以炼藏为主，淬炼气血化为劲气，再以劲气淬炼内脏，以此周天循环。这个境界主要在于增强5脏6腑和内劲，对体魄提升不大，而体魄的提升不仅可以提升力量，对脏腑也有所增强，同时增强气血，令身躯全方面增强，前者相对缓慢，后者相对更快。所以我这段时间专注于继续练骨，增强根基底蕴，提升自身体魄。只要根基打好，以后炼脏效率也会更高。接下来修炼灵蛇拳、镖局、武馆就算了，酒楼、肉肆、医馆、兵器铺、地器这几个还不错，收租也不错，以后咱家也体验体验地主老爷们的生活。哈哈哈哈哈哈！剩下的功勋怎么用？你可以兑换衙门里的炼藏武学蛮象劲、蟒牛劲、猛虎劲、灵蛇劲，还可以给自己定制一把适用于炼藏劲、能配合劲气使用的宝器。这个衙门可以给你向上申请。定制兵器呢？只需要1500功勋。这里有兵器图谱，你可以选择一个，对迟年关送到你手里。就选这柄刀吧，剩下500功勋兑换成丹药。有这么多气血丹和壮骨丹，足够月儿修炼到炼骨境巅峰，也够2个小家伙用上好多年。衙门里虽然安全，但总觉得跟坐牢一样。还是自己家里最自在。这边安置差不多，抽空该去野狼岭看看了。李老哥，你们一家搬回来了？咦，这位是月姐姐，您这是恢复了？好啊，好啊，我们还以为您这高升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们一家了呢。是啊，听说袁寿伯成了捉妖衙门统领，还以为以后都住在衙门了呢。回来好，回来好，以后咱们邻里又能一起喝茶下棋了。哦，以后有时间多走动。这个定安不声不响又干了件大事。
定安有心了，以后你可得多照顾照顾。这孩儿，定安帮了咱家不少，咱以后能帮也帮一帮他。放心吧，我会的。李老哥，之前是我那义子不懂事，今后令孙女若是来我镇东武馆，分文不收，绝对给他们安排最好的舞狮、最好的饭菜、补药。李老哥，抽空去我镇东武馆看一看，那许馆主还是我的义子。正好我也想着送他们去武馆，改日就去讨扰。定安，莽牛拳我已经有些头绪，过阵子才能给你答复。不过我可以肯定，这门拳法至少可以提升好几倍。您老这么快就有了眉目？您老最近忙得很，先忙您的事。莽牛拳什么时候改进都成，不用急于一时。没事，修行之余顺手而为罢了。眼下我有2门武学需要提升，一门是灵蛇拳，另一门是烈阳刀法，尤其是后者，距离破线只差1000多熟练度。烈阳刀法圆满，熟练度5万可加点。九阳刀诀入门，熟练度0。经过蜕变，这门全新的刀法从涉猎炼脏技提升到了足以跻身一流上乘功法的地步，不仅威力更加强大，完全蜕变成内劲武学，更是衍生出全新修行路线，分出内修的功法九阳刀劲和外修的武学九阳刀法。前者为纯粹的内修心法，主修内劲，可以修成至刚至阳、霸道刚猛的九阳刀劲；后者则是纯粹的武学技艺，以招式、劲气使用为主，旨在提升战力。在刀诀入门瞬间，我就感受到体内劲气进行了一次明显的锤炼，质量远远超越周万和斩杀火云豹时候的水平，而且内劲也多出不少，足提升5成有余。这还是只算九阳刀劲，没有算虎魔劲、牛魔劲这2种成型内劲，3者叠加更加惊人。我很想试试自己到了何等地步，但想到家人已经睡下，院子也是新修的，还是没舍得破坏。明日到野狼岭再试不迟。时值冬日，城外更加萧索寒冷，哪怕没了妖祸，官道上仍是鲜有人迹。捉妖衙门没有身法轻功，我这阵也没弄到此类武学，只好等将来去了斩妖司，再填补这块短板。爹，您老终于回来了。先不急，把周围闲杂人都清了。使者大人，望虎城到了，赵太携犬子恭迎使者大人移驾寒舍。使者大人，请。都下去，都下去！你们确定黑虎山发现了灵泉？没错，小儿亲眼所见。回使者大人。先天灵水，你们派人去郡城查一查，看看下任斩妖使什么时候来。大人放心，我已派出人手。如此甚好，我教中正有高手赶来，你们务必将他们安排到位，要足够安全，足够隐蔽。倘若此事能成，本使者会亲自向堂主大人引荐你们，为你们请功。老朽代我赵家上下感谢使者大恩。咦，那2个看起来鬼鬼祟祟的身影，赫然是当初跟在那头老狼旁边的2头苍狼，状如铁塔，叫得最凶、跑得最快的那2个。那头老狼果然留下了东西。山寨坐落在野狼岭最西边，靠近黑虎山地界的300米高峰半山腰，处在背风山坳，被开辟出大片空地。山坳周围被开出来不少山洞，
那座洞府明显高大许多，周围摆放着不少石质炼武器械，洞口还有封闭的石门。以我如今的修为，哪怕2头苍狼有意埋伏，也不可能伤我分毫。若非需要他们带路，区区2头炼骨境妖魔，挥手可斩。许是石门封闭2个月的原因，洞中灯火皆灭，黑黝黝的，走出几10米就完全漆黑。便是以我的修为，也只能勉强看到20米内模糊景象。这洞府开凿竟如此之深，这山洞可是比那几头黑虎老巢深了太多，已经有150米，仍不见尽头。果然有点东西。正好，难怪他们短短2个月就冲击到了炼骨8重。这是跑到了那头虎王的洞穴附近，难道那头狼妖是通过挖地道的方式截取了那几头黑虎看守的先天灵水？这洞府开凿竟如此之深，这山洞可是比那几头黑虎老巢深了太多，已经有150米，仍不见尽头。果然有点东西。正好，难怪他们短短2个月就冲击到了炼骨8重。这是跑到了那头虎王的洞穴附近，难道那头狼妖是通过挖地道的方式截取了那几头黑虎看守的先天灵水？那头狼还挺有魄力，有手段，竟然在2头炼脏境虎王眼皮子底下挖出来这条长达20-30里的地洞，截取先天灵水。这货简直是胆大包天。上边的灵泉多半会在定安他们洗礼之后被周家完全霸占。之前我还想着回头从周家手里买几份，给月儿、青阳、小五、丫丫他们洗精伐髓，现在看来倒是省了。很好，以后我李家也有灵泉了。这就是我如今的实力吗？20米的实质化刀器，比周万和展现的实力强横了何止数倍。炼藏大成修为放在郡城，应该也不算弱者。毕竟斩妖使周万和才刚小成不久，只毁掉1个洞口，太明显了。你去山上了？之前清理妖祸时，跑掉几头炼骨高阶的狼妖，今儿个去清理了2头，顺手给你们带些好肉补补。好吃，好热，哇！我也好热，好像要烧着啦。好了，你们2个不能再吃了，快开始练装功。这么
么强的气血，怎么能让他们吃？不过是2头炼骨境狼妖的肉而已，我李家儿郎吃得起，扛得住。我终于成了武者，我也是武者啦！爷爷，快看我给你打套拳法！好，好，好，不愧是我李家的儿郎，比爷爷我小时候可出息多了。风雪，宋贵人呐，不知道我们新任斩妖使会是哪家贵人？这场雪看样子要下个几日，对我来说是个好兆头，可以报仇的好兆头。今夜我就打算用这门掌法杀入赵家。今天是个好日子啊！常言道，瑞雪兆丰年，明年必定是我赵家改命之年。我们将秉承圣教的意志，雄霸望虎城。周万和走得好啊，正好新任斩妖使还没来，我们可以行动了。哈哈哈哈！许是跟你爹有些许芥蒂的斩妖使走了。圣教？什么圣教？赵家这是搞什么幺蛾子？谁？好修为。什么人放肆，竟敢擅闯我赵家！我看你是活腻了，上，拿下他！都别动，他是炼脏大成的高手。什么？阁下何人？为何来此？无名之辈前来杀人。杀谁？赵家人。且不说赵家是否真的得罪你，只说他们如今加入我万圣教，得我教圣祖庇佑，就已经不是你能随意欺压的。阁下若是识相，就此退去，否则休怪本圣使以多欺少。能与赵家为伍，想来你这所谓的圣教该是一个魔教吧？放肆！既是魔教，一张情理。7丈风雷镜，你们还不快出手！贼子，休要猖狂！炼葬入门，也敢班门弄斧？你们的恩怨，我圣教可以不插手。死！什么狗屁圣使！什么狗屁圣使！不过插标卖首之徒，也敢嘤嘤狂吠！狂徒，你竟敢杀圣教使者！纵然你今日离去，整个北周也将没有你容身之地。贼子，我圣教有先天强者，有宗师坐镇，你若敢动我等圣教强者，定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是？前辈，我有圣教隐秘，可换性命。住口！聒噪！哪里走？
你说。是，圣教在外被称为幽冥魔教，他们有一种秘法，可以将活人炼成丹药，还能以武者武士躯体炼制出宝药。这群畜生在妖魔肆虐的时代，竟然以人炼药，手段何其残忍，比妖魔都要可恨。前辈，这一切都是使者与我兄长父亲做的，秘法被他们藏在宝库，我可带前辈去取。晚辈是捉妖衙门的统领，从未与他们同流合污。既是捉妖人，就该知道他们此举形同妖魔，纵然你没有参与，亦有包庇之举，理当同罪。不，你不能！你们都该死！前辈，我父女二人只是普通家仆，不知此事啊。赵家宝库在哪里？我带前辈去。赵家宝库设计得很精妙，大多数人造地库都会找不起眼的地方，越偏僻越好。但赵家反其道而行，将宝库造在中院正中心，机关位于房梁之上，入口却在刚进门的几十平绸缎地毯下。老夫今日所杀，没有一个冤枉的。如此轻易让他们死去，当真是便宜了这群坏人。前辈，此事都是赵家人所为，与我们父女没有任何关系啊！小人也是被他们骗来，被他们逼着做了管家，从未参与过这种事情。不，他参与了。前辈，我可以证明他做了。前辈，他也是个魔鬼，杀了他，快杀了他！嫣儿，你为父当初可都是为了救你啊！你不是救我，你是为了你自己。你将我送给赵家父子糟蹋，稳固你的管家位置。我娘就是被你这么害死的。原来你是这么想为父的吗？前辈，我身为赵府管家，的确做下许多恶行，万死难辞其咎。但我这女儿是无辜的，她早已被我赶到外面开武馆，并未参与魔教之事，还请前辈饶她一命。你可知老夫今日为谁而来？难道不是为了魔？你是我。原来如此。你是李青青的父亲？不，那件事不是我做的，是王成做的。他已经被你害死了。前辈，我知道错了，我愿意为青青赎罪。如果您还是不满意，我还是有些姿色的，只要几个月，我就能恢复年轻貌美的样子。您想做什么都可以。老夫来之前很想看到你们后悔的样子，但现在看着只觉得恶心。
你去了赵家？忘了这回事，别让孩子们担心，歇息吧，都过去了。喜事，大喜事！赵家勾结魔道妖人，于昨夜被无名高手灭门了。赵家没了，赵家终于没了。这下可真是大快人心了。快找找看，看有没有铜板。你们往日欺压我们，大人，县衙请您前往捉妖衙门商议要事。李叔来这么早，出了这么大事，肯定要来看看。也不知道谁这么猛，竟然直接灭了赵家的门，这就叫人在做，天在看，不是不报，是时辰不到。是啊，天道好轮回，我们走吧。好家伙，这下手是真够狠的！是，这掌印恐怕有炼藏大成修为。修为确实有炼藏大成，这掌印随手一击，将人击飞数10米，而且彼此间痕迹来看，隔着20来米。这是内劲，起码外放7丈以上。这门掌法也不简单，5脏6腑都有焦黑，可见劲气中蕴含雷劲，亦或者火劲。此人也是炼藏高手，赵家何时出现了其他炼藏高手？还有很多铁面人，个个都是炼蛊7重以上。赵家这是搞什么？他们从哪里找来这么多高手？难不成是看斩妖石不在，想踏平望虎城？还好有不明身份的高手灭了他们。是啊，如果赵家是想趁机灭孙乾两家，那肯定也不会放过我和李元寿的。统领大人，这里有地道。畜生！赵家都是一群畜生，死不足惜。带人去把那些尸体抬出来，叫西城百姓来认领。有家眷认领的，让人带回去安葬；没有家眷的，让县衙把他们带到南郊安葬。是，大人。大人，已经清点完毕，算上赵府妇女，地库之中共有371具尸体。后续交给县衙那边。今天大家都辛苦了，回去找秦伯领完赏钱，早些回家休息吧。没想到赵家竟然犯下如此恶行，简直如同妖魔。让他们死得这么轻松，真是便宜了这群畜生。虽不知是哪位前辈好汉灭了赵家，但此举当真是大快人心，干得漂亮。
你们对赵家剩下的产业有什么想法？李叔是想把赵家的家产分给西城百姓。如果可以，最好不过。按律里，赵家做出如此恶行，当由我们捉妖衙门将其镇压，产业全部充公。既然人不是我们杀得，那产业充不充公都是我们一句话的事情。那些产业本就是赵家剥削西城百姓而来，多少流民乞丐都是赵家造出来的孽，如今理当回馈那些百姓。没错。古语有云：经络万物生。赵家倒下，换来无数黎民新生，也算是物尽其用。是啊，许久不来西城，都不知昔日最繁华的西城，如今落魄到这般模样。以后我们也当提醒家里慎言慎行，莫要欺压弱小，如赵家那般跋扈。理当如此。老朽当年也是望虎城走出去的，在外漂泊多年，早已厌倦，便想着落叶归根。以后承蒙诸位多多关照，跟诸位介绍一下，此乃犬子顾玄，天为郡城斩妖外司白袍斩妖使。他此来是为了追踪一伙出自幽冥魔教的魔道妖人。幽冥魔教可是一群戴着鬼面铁面的家伙。正是，诸位见过幽冥魔教。要白跑一趟了。是不明来历的高手，并不知所踪。竟有此事。那鬼面人乃是幽冥魔教一名使者，修为在炼藏大城，区区望虎城哪里凭空冒出的这等高人？尔等莫不是在狂骗于我？炼藏武者纵然遭遇火烧，尸身亦可数年不腐不坏。阁下若是不信，大可前去查验。那尸体就在北郊乱葬岗。放肆！小小统领竟敢顶撞斩妖使，你可不是我望虎城斩妖使。抱歉，犬子性情冲动，无意冲撞李统领，还望两位见谅。李老，定安，别冲动。顾老，斩妖使客气。两位都要去斩妖外司也罢，上面准许老朽回来养老，也是看中诸位清除了黑虎山这颗毒瘤。说起来，还是老朽沾了诸位的光。这样吧，老朽在外司还算有些人缘，稍后修书一封，多少可以让二位此行顺利些。那就有劳顾斩妖使了。对了，老朽此来为李统领带来了定制的灵铁宝刀。好刀。这把刀看似用材不多，实则分量不轻，有150多斤。尝试掰动，逐步加到8000斤巨力，都没能让刀刃弯曲，可见坚固程度也称得上无坚不摧。有这把宝刀在手，我的实力至少能再翻2倍。就算不足以横扫炼苍境，至少也是顶流那一批。李统领好修为。本以为望虎城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不存在什么高手，就算偶然步入炼藏境，也是花架子，想寻个由头为父亲立威，避免被地头蛇排挤。谁知这几人里竟藏着一位炼藏大成高手。我等在八宝楼定下酒宴，今晚为斩妖使接风洗尘，还望斩妖使劳驾赏脸。好说好说，老朽定准时赴宴。父亲何须对他们这般客气？你呀，还是太年轻。玄儿，你记住，出门在外不光是打打杀杀，还得有人情世故。同僚不是妖魔，你得学会变通。假如今天不是为父就任，而是你怎么做？将他们骂一顿还是打一顿？你觉得这样他们就能服你？好，就算今天服了，以后呢？每次有事需要他们的时候，都以武力压服他们吗？你也是当爹的人了，以后收收性子，多与同僚们亲近，对你没坏处。等会儿为父就给他们写举荐信，晚上赴宴时给他们带上。可惜，他们将要前往郡城，以后相处更多的不是为父，而是你。
为父更希望你能与他们和睦相处，最好能将他们引荐给你师尊。出门在外，多份香火情，终归没坏处。我上有师尊，下有师兄弟，何须他们这份香火情？不就是炼藏大成吗？实力未必有我强，而且谁知道那些魔教妖人和赵家的背后是不是他动的手？放肆！谁教的你这般妄加揣测同僚？为父跟你说过多少次？祸从口出，不管心里如何想，都要验证后再下结论。你倒好，越大越不成器。你年纪也不小了，为父今天最后一次唠叨你，往后你自己在外慢慢想去吧。这件事非同小可，你去跟星儿说一声，我们现在就去北郊看看。这个小斩妖使年纪不大，脾气倒是不小，这算什么？给我们下马威，张嘴就给李叔扣帽子。我看他跟赵家没什么两样，迟早被人收拾。行了，消消气，犯不着跟个愣头青置气。以后去了郡城，离他远些，不跟他来往就是。这位老斩妖使看起来人不错，这倒是。今天不是去见新斩妖使了，辞行仪式不顺利。李元寿跟妻子说了衙门的事。依我看，应该不是父子俩给你们下马威，多半是那个小斩妖使自作主张，想帮老斩妖使立威。我想的是，萧武和丫丫接下来还是在家修炼吧，家里现在不缺什么，你也不用再回衙门了。等我那边安置妥当，就把你们都接过去。都听你的。给你们说些外面的事情。多谢李叔，这门武学潜力惊人啊！不必，咱们是朋友。但这门武学短时间不要传回孙家。一来大力牛魔拳太过霸道，二来短短时间推出一门一流上乘武学，太过惊世骇俗。李叔放心，我明白。李叔，我便先走了。